同僚问我，娶一个穿越女是什么感觉？若是10年前，我肯定会回答，天真、有趣、想法多。可现在，她已经30岁了，变得膀大腰圆，言语粗俗，就连身形也不似之前那么细软，还老是仗着我曾经的承诺，让我此生只娶她一个。所以，我突然就后悔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可她毕竟是为了我才留下来的，也心心相印了这么多年。若这样休了她，怕会落人话柄。于是我犹豫再三，想了个折中的法子。纳妾，既全了她的体面，又合了我的心意，算是各退一步。她若是真心为我着想的话，想必也会同意的。而关于妾室的人选，我也早已敲定了。三娘，她是醉春楼的头牌。第一次见她，女人垂着头，温顺得像只出生的兔子，模样干净，眼神却藏着些跃进世故的凌厉。我从那风月场里将她带出来时，她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问，只低低应了声是，乖觉得很。这份知情识趣是我的夫人身上从未有过的，所以自那时我就打定主意，一定要将她迎入家门。可夏朝回来，还没来得及说这事，央月那些絮絮叨叨的话就先将我给淹没了。你知道吗？今天灵儿又新学了2篇文章，这聪明劲儿可像你了。她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衣裙，正弯腰擦拭桌椅，动作间显出臃肿的腰身。我总觉得这孩子以后定有大作为。女人仰起头看着我，带着几分邀功的意味，而那张脸也早已不是当年细软白嫩的模样，爬满了细纹、干瘪、困窘。所以我下意识移开了目光。还有啊，隔壁张夫人身子不爽利，偷偷请我去瞧了。哎，这鬼地方，女人生个病都遮遮掩掩的。我想着，不如干脆开个女子医馆。又是这些琐碎的事，又是这些异想天开的话。10年了，这声音，这念头，连同他这个人，都让我从心底里厌烦起来。那笑，像蒙尘的旧物，再也照不进我心里。够了！我冷冷打断他。他一愣，脸上笑意僵住。今日归家，是与你说些正事的。我长舒了一口气，而后缓缓开口，我要纳妾。空气瞬间凝固。他直直看着我，那双曾经清亮的眼睛里，此刻只有震惊，像看一个陌生人。紧接着，他回过神来，沉默地挥手，让丫鬟带走了在里屋玩耍的儿子。小小的厅堂只剩下我们2人，安静的能听到尘埃落定的声音。我们在不大的空间里四目相对。为什么？他的声音很轻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。开枝散叶，男子本分。我答得理所当然，语气平淡。你身子伤了，生了灵儿便不能再有孕。旁人家儿女绕膝，我呢，就守着这一个。这对我来说总归不公平。那个妾室也能分担下你的压力。这理由冠冕堂皇，也是我反复说服自己的话。又怕他纠缠，忙递了一句，不过你放心，纳妾之后，你仍为正室，还是这个家的女主人。即便她日后有了孩子，也算在你的名下。如此，便也不负当年之约了。可哪怕我都这样退步了，他依旧不愿。好一句开枝散叶，好一个本分。你以为我不想儿女双全，承欢膝下吗？他声音陡然拔高，带着压抑多年的委屈。若不是当年为了救你，替你挡了那一刀，伤了身子，我怎么会？又是这句。这些年翻来覆去总是这句话。我不懂，明明是他自愿的事，为什么如今反而挟恩图报了起来？所以我猛地打断他，够了，央月，10年了，你烦不烦？又没人逼着你，是你自己选的。总之，事情既已发生，该道的歉我也已经道了。就算你今天说破了天，我就是要纳妾。我堂堂3品大员，同僚哪个不是3妻4妾，风光无限？而只有他一个糟糠妻，未曾碰过一下其他的女人，全了他整整10年的体面，都已经做到这份上了，难道还不够吗？便这样贪心不足吗？他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，嘴唇哆嗦着，眼泪无声地滚下来。他抬手狠狠抹了一下，不行，就是不行。他声音嘶哑，却异常清晰，带着一种濒死的固执。你以前答应过我，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就因为这个，我才留在这个鬼地方。就因为这个。
后面的话我听不清了。我看着他，看着他泪痕斑驳、布满皱纹的脸，看着他不再纤细、变得粗壮笨拙的腰身，看着他身上那件洗得发旧、沾着油渍的粗布衣裳。10年岁月，把这个曾经灵动有趣的穿越女子，彻底磨砺成了眼前这个市井妇人。一股莫名的烦躁和厌弃涌上心头，冲垮了最后一丝犹豫。我终于把压在心底10年，如今清晰无比的话，冰冷地掷向他。那是以前。央月，你已经不年轻了。他猛地抬头看我，眼里的光彻底碎了，整个人抖得厉害。我心头一刺，知道话太重了，嘴唇动了动，想找不点什么，可喉咙像被堵住，一个字也挤不出来。算了，我和他之间早就没什么可说的了。死寂在屋里蔓延，过了许久，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开口，他才低低的一字一顿地说：沈言之，如果你只贪恋我年轻的模样，那你何该在我年老时死去？这句话声音不大，却像淬了冰的刀子。紧接着，他没再看我一眼，转身走了出去，背脊挺得笔直，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决绝。夜里，我躺在书房的硬榻上，翻来覆去，怎么也睡不着。那几句话在脑子里嗡嗡作响，心烦意乱，鬼使神差的，我走到了他卧房外。门没关严，昏黄的烛光透出来。我停住脚步，听见里面传来他和灵儿低低的说话声。灵儿，他的声音带着一点不易察觉的沙哑。若你父亲要再娶一位姨娘进门，你怎么想？我的心瞬间提了起来。这女人怎么在孩子面前说这个？灵儿稚嫩的声音带着困惑。再娶？像张伯伯家那样吗？那娘亲还是娘亲吗？当然是啊，只不过他顿了顿，像是在斟酌你父亲房里便会多一位女人了。为什么？灵儿声音带着纯粹的困惑。父亲不是答应了娘亲，一辈子只和娘亲一个人在一起吗？他愣了，我也僵在了门外，心猛地一抽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住。紧接着，他的声音再次响起，疲惫又带着一种认命的清醒。这世间的很多东西都是会变的，承诺是，爱是，人也是。眼见灵儿的眼睛似乎暗了下去，他又立刻补充，但娘亲保证，娘亲和父亲不一样，娘会永远爱你。听到这句话，我心中的厌烦瞬间翻江倒海。这个女人怎么敢？怎么说这种话来蛊惑我的儿子？好个央月，自己留不住我的心，就用这种下作手段来离间我们父子。我真是看错了人。而年幼的灵儿果然被他迷惑了，他急急应道：灵儿也是，灵儿也永远爱娘亲，不管发生什么，灵儿永远站在娘亲这边。他最后一句说得斩钉截铁。好孩子。央月的声音里有了一丝暖意，像是终于松了口气。我听见衣料摩擦的窸窣声，他大概是把孩子搂进了怀里。一股邪火猛地窜上我头顶，花言巧语蛊惑人心，仗着灵儿年幼，便故意对着他说出这样的话来颠倒黑白，让他来恨我这个生身父亲。好毒的心计。隔着门缝，看着烛光里那对相依的剪影，一个诡异的想法油然而生。央月，你以为拉拢了儿子就能逼我就范？做梦。明日我就带灵儿去见三娘。三娘那般温柔解意，知书达理，模样更是清丽可人。灵儿见了她，自然会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女子风范，什么是温婉得体。小孩子心性，谁对她好，谁让她觉得舒服亲近，自然就向着谁。我倒要看看，等灵儿也喜欢上三娘，站在我这边，她央月还拿什么跟我犟？她还有什么脸面拦着三娘进门？就这么定了。想到央月孤立无援，被儿子背叛时可能露出的表情，我心头那股憋闷的烦躁竟奇异地消散了一些，甚至涌起一丝快意。怪谁呢？这都是他自找的。第二天，我特意告了假，没去衙门。等央月被账房支开去查账的功夫，我径直去了灵儿的书房。她正临帖，小脸认真。我走过去，摸了摸她的头：灵儿，随爹爹出去一趟，见个人。见谁呀，爹爹？她放下笔，眼睛亮亮的。一个很好看的姨姨。我牵起她的手，见了你就知道。
我带她去了城西一处清雅的小院，这是我为三娘另下的。推开门，三娘早已得了消息，候在厅中。她今日穿了身素雅的月白如裙，薄施脂粉，见我进来，立刻起身，低眉顺眼地扶了一扶，爷。目光落到灵儿身上，她眼中恰到好处地流露出几分惊喜和温柔。这位便是小公子吧？真是浴血可爱。灵儿有些害羞，躲在我身后，探出小脑袋，好奇地打量他。三娘蹲下身，与他平视，笑容温婉得像3月春风。小公子别怕，我叫三娘，初次见面，也不知你喜欢什么。他便戏法似的从袖中拿出一个精致的鲁班锁，这个给你玩，可好？灵儿玩着玩具，又接过了我手里的糕点，小脸上露出了笑容，暂时忘却了昨夜的不快。他偶尔偷偷看三娘，眼神里是孩子纯然的好奇和一点点害羞的喜欢。时机差不多了，我走过去，三娘立刻停下话头，垂手侍立在一旁，姿态恭顺。我看向灵儿，尽量让语气显得随意。灵儿，喜欢这个意义吗？灵儿看看三娘，又看看我，点了点头，声音小小的，意义好看，香香的，说话也好听。我心中一块石头落地，甚至有些得意。看，多简单。我俯身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诱导和命令，拍了拍他的小肩膀。那以后让他常来陪你玩，好不好？你要像对娘亲一样敬重他。来，叫一声。我顿了顿，目光扫过三娘瞬间染上红晕却强作镇定的脸，清晰地吐出2个字：叫娘。灵儿昂着小脸，脸上的笑容忽然凝固了。她像是终于明白了什么，小眉头紧紧拧起，固执地用力摇头。才不要，我只有一个娘，是央月娘亲。旁人，我不叫。话音未落，他猛地将手里那个精致的鲁班锁狠狠摔在地上，木块瞬间4分5裂，发出刺耳的声响。竟说出这样没规矩的话，我的火噌的一下直冲头顶。混账！我厉声呵斥，一把拧住他细小的肩膀，我是你亲爹，你要记住，我娶谁，谁就是你娘，由不得你叫娘。灵儿被我捏得小脸煞白，肩膀肯定青紫了，眼泪大颗大颗滚下来，却咬着牙，倔强地瞪着我。那我不要爹了，我只要娘。他抽噎着，声音带着哭腔，却异常清晰，爹爹骗人。你说过只和娘在一起的。夫子说了，说到就要做到。爹爹说话不算话。我被这忤逆顶撞气得浑身发抖，扬起手就要落下。爷息怒。一直垂手恭顺的三娘这时忽然上前一步，声音依旧柔婉，小少爷年纪小，不懂事，想是夫人平日太过娇惯了些，才纵的小少爷说出这等不知体统、不敬尊长的话来，爷您慢慢教导便是，莫要气坏了身子。这轻飘飘的几句话像滚油浇在我心头的怒火上。他说的没错，央月，都怪央月，是他，就是他把这孩子教成了这副不知天高地厚、目无尊长的模样，连亲爹都敢顶撞，简直反了。你姨母说的没错，我手上力道更重，都是你娘把你惯得无法无天。今天我就要教你什么叫规矩，什么叫体统。给我叫娘。灵儿痛得浑身打颤，小脸皱成一团，眼泪鼻涕呼了满脸。她痛极了，哭得撕心裂肺，却依旧死死咬着嘴唇，喉咙里发出呜咽，那个娘字无论如何也不肯吐向三娘。叫！我目眦欲裂，理智已被怒火烧尽，只剩下一个念头：压服他，必须压服他，必须让这孩子知道谁才是一家之主。就在这剑拔弩张，我几乎要失去控制的一刹那，大人，大人！门外传来下人惊慌急促的通传声：夫人来了，已到院门口了。我心头猛地一跳，慌乱间对三娘使了个眼色，她立刻会意，匆匆拉着还在抽噎的灵儿闪身躲进了里间。几乎是同时，脚步声停在门外，门被推开，抬眸正与央月四目相对。你怎么找到这的？我强压着心虚，抢先开口，试图掌握主动。这是我新盘下的宅子，想着灵儿呢？他根本不听我废话，我儿子在哪？哦，他。我故作恍然大悟状，语气轻松，
新给他请了个骑射先生，今日头一遭去城外学艺呢，怕是要晚些才。沈言之，他打断我，声音不高，却带着一种刺骨的寒意。你最好说的是实话，灵儿要是少了一根头发，我跟你没完。这威胁让我心头火起，竟然敢这样同我说话，真是越发不懂规矩了。我索性不再遮掩，直逼核心，灵儿的事不用你操心，倒是你纳妾之事，思量的如何了？总该给我个答复。他看着我，眼神里最后一点温度也熄灭了，那目光平静的可怕。我们之间，他一字一顿，清晰无比，没有纳妾，只有和离。我像是被重锤砸了一下，懵了。你说什么？若你考虑好了，他继续道，声音没有一丝波澜，知会我一声，我随时来签和离书。至于纳妾一事，休想。荒谬，简直是天大的笑话，我简直要气笑了。他一个孤身穿越到此，如今已30岁，无亲无友，无依无靠，离了我沈家，他算什么？他能去哪？靠什么活？我忍不住嗤笑出声。和离？央月，你是不是失心疯了？离了我，你能去哪？喝西北风吗？你拿什么养活自己？我原以为听了这些话后，他会知难而退，服个软，却没想到他只看着我，嘴角竟然勾起一丝极淡的笑意，这就不劳沈大人费心了，无可奉告。说完，他转身就要走。就在这瞬间，娘！一声带着哭腔的尖叫猛地从内室传出，门被撞开，小小的身影跌跌撞撞扑了出来，一头扎进央月怀里。是灵儿。她扬起的小脸上，一个通红肿胀的掌印赫然在目，而紧跟着出来的三娘，左手正捂着自己右手的手背，一脸惊慌和委屈，声音带着刻意的柔弱和惶恐。夫人息怒，小公子他方才非要往外闯，硬要喊您，妹妹一时情急，怕扰了爷和您说话，失手碰了小公子一下，是妹妹该死。央月没看他，他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儿子脸上。他弯下腰，手指颤抖着，极其小心地碰了碰灵儿红肿的脸颊。看到娘亲的脸，灵儿哭得更凶了，她抽抽噎噎地指着我和三娘。娘，爹爹非要我喊他娘，我不愿意，爹爹就使劲拧我胳膊，好疼啊娘。他眼睛红肿，哭的心都要碎了。央月的手顿住了，他缓缓抬起头，那一瞬间，我在他眼里看见了滔天的恨意。翠儿，他声音嘶哑，看向门外的少女，带小少爷出去。立刻，丫鬟慌忙上前，抱走了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灵儿。厅堂里只剩下我、央月和瑟瑟发抖的三娘，死一样的寂静。下一秒，央月动了，她猛地抄起手边一张沉重的花梨木圆凳，没有半分犹豫，狠狠砸向旁边的博骨架。哗啦，哐当，价值连城的古董瞬间变成一地狼藉。紧接着，他又抡起凳子砸向窗棂、桌椅，所过之处一片稀烂。三娘吓得尖叫着抱头躲到我身后。我惊呆了，想阻止。央月，你发什么疯？这都是……话未落音，央月已经丢开凳子，几步冲到三娘面前。贱婢，你也配碰我儿子？央月的声音淬着冰今日，我就叫你血债血偿。他一个响亮的耳光狠狠扇在三娘脸上，打得她头一偏。他反手又是一个耳光，这2巴掌下来，三娘直接被打倒在地，嘴角渗出血丝。她捂着脸，惊恐地看着央月，连哭都不敢大声。出完恶气后，央月不再看他，径直走到唯一还算完好的书案前。他拿起笔，蘸饱了墨，铺开一张纸，笔尖悬停。他抬眼看我，咬着牙开口：“沈言之，当年我刚到此处，懵懂无知，你见我鲜活有趣，便用尽手段将我困在你身边。后来你借着我的见识替你周旋谋划，踩着我的肩膀，才一路青云直上，做到这3品大员的位置。你当初指天誓日，许诺我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我才信了你，留在这吃人的地方。”我身子一颤，听着他一句又一句的控诉，竟无从反驳。如今他的声音陡然拔高，带着器械的控诉：“你毁约备事在先，
纵容贱婢欺辱我而在后。为了个继子，对自己的亲生骨肉下此毒手。沈言之，你简直禽兽不如！那张墨迹淋漓的纸被他狠狠拍在我胸口，又轻飘飘滑落在地。这是我的和离书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泪珠再次滚落。这些年我替你长家，你沈家祖产3间老宅子，我分文未动，全在里面，你自己去点收。至于我应得的，这些年我替你打理的产业，大部分早已归入我名下，你也无权来争。还有玲儿，自然也归我。他居高临下的看着我瞬间惨白的脸，眼神里没有一丝波澜。听了这些话，我彻底的愣住了。同床共枕数十年，我竟不知他还有这样的一面，这样的决绝、坚定，不留情面。若是敢说半个不字，或是使些烟杂手段，他微微轻身，一字一句，如同最后的审判，那我就将你今日所作所为，连同你如何背信弃义、宠妾灭妻、苛待嫡子，一桩桩、一件件，告到御前，告到金銮殿上，让你身败名裂，永世不得翻身。咱们走着瞧。说完，他再没看我一眼，决绝地转身，拉开门，大步走了出去。他走了，带着玲儿，带走了几乎所有的现银、田契、铺子，只给我留下了当年那3间破旧祖屋，甚至连伺候的下人，他也当场点卖了身契，放了出去，一个没给我留。这釜底抽薪的手段，狠辣、决绝，我恨得牙根痒痒。10年夫妻，我竟不知他藏得这样深，有这样一副铁石心肠。不过幸好我还有3娘。她依偎在我身边，声音依旧温顺的像水爷：“您别气了，气坏了身子不值当。奴家早就看出来了，夫人。哦，不是那位，她当初嫁给您，图的不就是您的青云路吗？如今您位高权重，家业丰厚，她眼瞧着有人要分她的宠，自然卷了钱就跑。这样的女人，奴见得太多了。”她柔软的指尖轻轻抚着我的胸口，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鄙夷。对付这种人啊，就得比他更硬气，绝不能服软。爷您就得让他看看，离了他，您过得更好，更风光，叫他后悔去。这话简直说到了我心坎里。对，绝不能让他看笑话。为了这口气，为了证明我沈言之离了他，央月照样风光无限，我咬牙动用了仅剩的一点积蓄和俸禄，又偷偷变卖了几件没被央月搜刮走的私藏古玩，给3娘办了一场体体面面的接亲礼。红绸高挂，鼓乐喧天。我特意给所有同僚都发了帖子，就等着他们来恭贺我乔迁新喜，让全京城看看我沈言之的大喜之日，也顺便让那个女人看看，离了她，我照样风光无限。然而现实有想象中似乎有些偏差。迎亲那日，门庭冷落，预想中的宾客迎门，贺喜如潮，成了泡影，只有几分薄礼和几句下人捎带的话。沈大人见谅，卓经与尊夫人相交莫逆，此事实难登门贺喜，薄礼奉上，万望海涵。沈兄，内子曾蒙尊夫人救命之恩，不敢行此落井下石之举，些许心意，全当贺意。沈大人，尊夫人品性高洁，人所共知，此事恕难从命。一张张礼单，薄如蝉翼，却又显得重如千钧。我实在没有想到，昔日那些称兄道弟的同僚，竟为了一个女人凉薄至此。满座空席，红绸刺眼，只有吹打班子尴尬的乐声在空旷的院子里回荡。此刻我身穿喜袍，立于殿上，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。然而更糟的还在后头。3娘是朵解语花，是朱砂痣，却不是个合格的当家主母。她不懂柴米贵，每月那点微薄俸禄刚到手，转眼就能被她换成满桌的胭脂水粉，绫罗绸缎，丁点不剩。我气急，她便伏在我膝上，泪眼婆娑地诉说她从前在风月场里如何仰人鼻息，看尽脸色。爷，您别恼，奴家只是自小在那种地方寄人篱下，从没穿过一件好衣裳，戴过一件好首饰，如今跟了爷，才敢稍稍。她哭得梨花带雨，身子软软地靠过来，带着香风。我心头的火气被她这眼泪和温言软语浇熄了大半。算了，我懂，她也不容易。于是给她打最好的头面，
才最实心的料子。他也知趣，夜里百般柔顺，用那年轻紧致的身子曲意承欢。他年轻放荡，花样百出，那蚀骨销魂的滋味是央月那个木头人从未给过我的，所以我沉溺其中，觉得理所当然。俗话说，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，古来多少英雄豪杰都如此，我沈言之为何不可？这没什么可耻的，英雄难过美人关，我认了。直到那日，一个穿着绸缎的陌生男人堆着笑站在我家门口，手里捧着一个沉甸甸的锦盒。三娘眼睛一亮，扭着腰肢迎上去，几句娇笑低语，那锦盒就到了他手里。男人千恩万谢地走了。我疑惑地打开锦盒，里面是一张地契，位置极好，还有一张字条，求我在城西圈地岸上行个方便。我头皮瞬间炸了，你收了？谁让你收的？三娘正喜滋滋地对着铜镜比划锦盒里一只新得的赤金簪子，被我吼得一哆嗦。她撇撇嘴，不以为意，收了就收了嘛，多大点事？无官不贪，爷您这么清廉做什么？这年头谁不捞点？你懂个屁！我气得浑身发抖，别人贪那是背后有家族撑着，像我这种毫无根基的，一个浪头打来就能拍死，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，身后多少双眼睛盯着呢。话一出口，我自己都愣住了，这语气，这腔调太熟悉了，是央月。他总在我耳边这样念叨，像念经一样，烦不胜烦。如今我竟活成了他的模样，用他的口吻在教训人。三娘被我吼得也来了气，把簪子往桌上一拍，凶什么凶？钱我已经收了，退回去。我的脸往哪搁？再说了，他忽然抚上自己平坦的小腹，斜睨着我，我肚子里可是有了你的种。家里穷得叮当响，没银子，拿什么养你的宝贝儿子？你说什么？我猛地看向他的小腹，巨大的震惊冲散了怒火。他肚子里有我的孩子了。见我的态度稍有缓和，他从口袋里抽出了一张黄纸，递到了我的面前。黄大夫前个刚把过脉的，瞧瞧，已经3个月了。我接过，正是安胎的药方。当真？有了。他得意地扬扬下巴，此刻又惊又喜，那些不快也全都抛诸脑后。我终于又后继有人了。好，我连声道，满心满眼只剩他腹中那块肉这事，我替你办了。再怎么样也不能委屈了我的儿子。三娘肚子里揣了块肉，气焰更盛了起来。海参、燕窝流水架地要，稍慢一步便哭天抢地，扬言要留了这孽种。我焦头烂额，俸禄早填了这无底洞，只能咬牙伸手，摊一点，再摊一点，忍，等儿子落地就好了。窟窿越填越大，夜里睡梦之时，偶尔会闪过央月怀灵儿时的脸，素净，一碗清粥也能对他温软一笑。我下意识伸手，却是一片虚无。惊醒，月光白得渗人，四周空落落的。我静默在原地，愣神了许久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，可总觉得像是少了一些什么，搅得我心烦。坏事总是成双的来。三娘生产那日出了乱子，稳婆满头大汗冲出来，大人，娘子补得太过，胎大难产，怕是凶险啊。我眼前一黑，只拉着她的手，让她无论如何也要救孩子性命，哪怕花再多银子都行。她面色为难，缓了半天，方才到城西有家济世堂，听说那女大夫神得很，专治妇人疑难杂症，请她来，或许有救。济世堂，我心头猛地一跳，不祥的预感攫住了我。追问之下，稳婆的描述让我如坠冰窟。那医术高明、声名鹊起的女大夫，竟是央月。她离开我后，竟真开起了医馆，还做得风生水起。那娘子可厉害了，不但懂得多，还自己研制了许多方子，真乃神人。她越说越激动，只要您去请她。后面的话像冰水灌顶，再也听不清了。啊！屋内三娘的嘶吼声冲垮了我最后一丝理智。为了孩子，我什么都顾不上了，一路跌跌撞撞冲到济世堂。我挤进去，对着帘子后忙碌的身影嘶喊：央月，救命！三娘难产，求你！
帘子掀开一角，是他，身形还是往常一般臃肿，可气色却比在沈府时好太多，眼神沉静，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力量。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，急急剖白：央月，当年你初来乍到，无依无靠，是我收留了你，后来你救我挡刀，我感念在心，不惜顶撞父母，得罪同僚，也要娶你为妻。10年情分，一当真就半点不念吗？我深吸一口气，抛出最后的诱饵：只要你肯救他，救下孩子，我立刻休了三娘，迎你回府，你还是我沈言之唯一的正室夫人。帘子后的捣药声停了，他缓缓转过身，那张肃静的脸上没有任何波澜，只有一种看透一切的平静。沈言之，他开口，声音不高，却像淬了冰的针，扎进我耳膜。你在提以前的事，可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他顿了顿，目光在我脸上逡巡，像是在欣赏一件极其不堪的东西。然后他清晰无比地将那句话直还给我：况且你现在也不再年轻了，我对你也没了半分情意。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烙铁，狠狠烫在我心上。请回吧，沈大人，既是唐，不依沈府之人。他说完，不再看我，重新拿起药杵，不疾不徐地捣着药材。我僵在原地，手脚冰凉。此刻，最后一点希望，连同那点摇摇欲坠的自尊，被他亲手碾得粉碎。我失魂落魄地回了家，可迎接我的，不是三娘的呻吟，也不是稳婆的呼喊，是满院的狼藉，是翻箱倒柜的兵丁，是刺眼的黄绸圣旨，是刑部官员冰冷无波的声音。奉旨查抄三品工部侍郎沈言之府邸。沈言之贪墨渎职，证据确凿，即刻革职拿问，家产充公，一干人等押入刑部候审。后面的话成了嗡嗡的杂音。我瘫软在地，眼睁睁看着如狼似虎的官差砸开库房，翻箱倒柜，最后啐了一口：呸！穷酸！三娘凄厉的哭喊从内室传来，她被两个衙役粗暴地拖出来，群居下一片刺目的尸红漫开。我的孩子，爷，救救我们的孩子啊！那声音戛然而止，他像块破布般被丢上囚车，身下蜿蜒的血痕在雪地里拖出长长一道。我裹着从破庙死人身上扒下来的脏污棉絮，在雪地里蹒跚地走着，骨头缝里都结着冰，冷得发烫。可我却丝毫不在意，只死死地盯着央月的医馆，爬过去求他。灵儿是我儿子，他不能见死不救。终于蹭到那熟悉的台阶下，我拼尽最后力气抬起头，门开了。他抱着灵儿站在暖黄的光晕里，肩头落了一层薄薄的新雪。灵儿穿着厚实暖和的棉袄，小脸白净红润，正睁着乌溜溜的眼睛，好奇地往下看。娘亲，她稚嫩的声音在寂静的雪夜里格外清晰。门口那个脏兮兮的乞丐是谁啊？央月垂眸，目光落在我身上，平静的像在看一块路边的石头。不认识。他吐出3个字，抱着灵儿转身。厚重的门扉在我眼前缓缓合拢，隔绝了最后一丝光线和暖意。吱呀！我刚想开口，风雪瞬间狂暴地灌满我的口鼻，冰冷的雪沫争先恐后地塞进来，堵住了我的嘴。意识沉入无边黑暗前，我似乎听见门缝里最后飘出一句童言：它好像冻僵了。天浅罢了，雪无声地覆盖上来，一层又一层，温柔又残酷地掩埋了一切。可恍惚之间，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春日，我和央月成亲的那个晚上。他脸上漾着笑，投入我的怀中喂，我既然留下来了，那你就要一生一世地对我好，一辈子只许娶我一个。好，要是你反悔怎么办？我抓住了他的手，笑着应着，那就让我不得好死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